大家上午好，我是九哥。关于我哥昨天问我借钱买房子的事情呢，今天我看了一下哦，很多网友留言有300多条这个留言的，大概看了一下哦，有部分是支持的，也有不支持的，然后也有一些是站在中立的。这个借钱的事情真的是很头疼的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了，毕竟是我亲哥嘛，是我家里人嘛，然后综合我自身的各个方面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所以才想到来这个网上咨询各位网友给出的意见了。那大概也看了一下真的我看完之后，我觉得各位网友说的都挺有道理的，毕竟你们都是肯定是经历过的，是吗？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让我先跟熊大去沟通，他说这个钱是熊大给我的，我一个人不可以去解决这笔钱的用处。这个钱呢是熊大给我的彩礼钱。这个事情我哥问我借钱呢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跟他讲的，因为他昨天上班，今天他休息，周六在家里，我就想跟他2个人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要不然到时候他问我这个10万块钱去哪里了，我也不好交代，是吧？毕竟是要结婚的人的话，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要2个人去面对的。这个网友提醒了我，我现在跟熊大说一下。熊大，你在忙什么？玩游戏。我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昨天我哥就是打了几个电话给我没接，然后他发了微信给我，他是问我借钱，他说要买房子，借多少钱我现在就不知道，他就说借几万块。买房子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现在多余的存款是没有的哦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我去年就是买了车子嘛。那我现在的钱呢，就是你给我的那10万块彩礼。我就是没给我妈妈，我就放在我这里嘛，知道吧？那我哥肯定知道我是有10万块彩礼的，因为我之前跟我妈打电话聊过了嘛。然后我妈肯定是跟我哥跟我大嫂他们说嘛，所以我哥知道我有这个钱，他现在才会就是想着问我借钱嘛。那我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，我是肯定要跟你讲的，避免到时候你问我说我给了你10万块钱，你花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那我肯定要跟你互相交流一下，看你同不同意我借嘛。就是我担心就是钱借出去了，到时候收不回来，我哥就是说7月份会还给我。但是根据我对我哥的了解说现在是6月份，下个月他能还我的话，这个是不现实的。他以前借我几百块钱他说下个月完他都会拖延到2、3个月之后才会还我的，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钱借出去到时候要不回来。你看是借还是不借？那你借不借呢？说心里话的话，我个人是不愿意借的。但是呢如果说我不借的话，毕竟是我哥提出了要买房子嘛，他肯定是缺钱了才会想着开口问我借钱。如果说我不借，可能就我跟我哥之间的关系的话，可能闹得就不是很好看了。就是这样子。那你怎么跟你哥说的呢？我现在没说，就是他打了电话给我，我没接，他只是发了信息给我，我看到了，我现在没回他。我要跟你说嘛，这个钱的事情。买房子买什么？买什么房子？买多大的？多大的他没跟我说。多少钱呢？不知道。我家不是拆迁房子没地方住吗？我知道拆迁房子。至少要3房吧？你看他现在有2个小孩，他现在还跟我妈是一起生活的嘛。他2公婆1个房子，小孩1个，我妈这个要1个，至少3房是要的。3房的话去到差不多100方，我们那边的单价是5、6千，就是说至少50、60万是要的。毛坯房我们那边估计一套下来要70万吧，我大概预估是要70万的，就你把装修这些全部搞好他肯定是没有这个钱的。所以才问我借呀，借还是不借呢？跟你说一下。你说了算。不行，我说了算，我这个人在做事情选择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的，到时候借出去我怕拿不回来，知道吧？
拿不回来，肯定是拿不回来的。借钱现在这个年代，借钱我之前没认识你之前，我借个几次钱就真的就没有说能够拿回来的，能够拿一少部分回来都已经不错了，还想全部拿回来。你借出去都没拿回来，还是亲人吗？那是很正常。我哥我借过，我姐夫也借过，我同学也借过，没有哪一个能够收回来的。他们有没有跟你说，什么时候借，什么时候还，有没说过？那每个人借钱都这么说，你借了多少钱？哎，什么时候还了？哎，这借了哎，或者明年还了，或者过几个月还了。哦，等到那个时候就不了了之呀，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。等你问他的时候，他手上没钱了。那你有没有写那个借款条啊？那现在这些熟人借款没有什么借款条的，没有的。那你那些钱都没要回来？只能靠他们自觉了。那你问他要，现在我们缺钱。钱也没用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。你说我们缺钱要结婚什么的。你缺钱，别人也缺钱呢，不然别人怎么借钱呢？那去他家找他们啊。夸张，找了也没用了，别人没钱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听你这么说，你还是让我不要借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不要借，这个吧，量力而行吧，只能说是量力而行。现在问题是我们没钱，也缺钱，也要花钱，是这样子的。我昨天就是发了个影片在网上，就求助很多网友嘛，他给出的意见就是说，大部分网友是就支持我不要去借的。他说担心之后借出去你真的收不回来，然后说我们后面结婚生小孩是要很多钱的嘛，是吧？这10万块钱他说也不多，让我们自己留着用。那有一部分网友就说呢，让我去借，要借给我哥。他说他买房子，毕竟是家里人的话，还是要支持一下的。有网友就这么说的。那还有，其中网友是说，就让我借个1-2万块钱。他比如说他问我要7万是吧？那我肯定是不会借7万嘛，那就借1-2万块钱。就是说这样的话也不会得罪我家里人，这个关系还在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可以啊。借1-2万，那是借1万还是2万？你看你哥要借多少嘛？如果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的话，一般现在环境不好，一般钱借出去基本上是打水漂的。但是一考虑到是你哥嘛，你不能家里关系不能闹得太僵了，你要照顾到人情的话，你只能说，借尽可能吧，就说。首先满足自己的要求，首先自己能够满足生活开支嘛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开支，每个月多少钱嘛？你抛开之后能够拿多少钱，你就借点给你哥吧。到底是多少？你放句话出来，要不然等下我借多了，到时候又不好搞，又是没钱了，是吧？你说借多少我就借多少。这我不知道你哥要借多少嘛。比如说他问我要5万，他肯定不可能要我10万的。这5万你就跟他说清楚嘛，你说我这里现在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每个月花多少钱，你有多少，然后有多少存余嘛，这些存余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首先跟他讲道理嘛，讲完道理说我最多只能给你借多少钱，多少？比如说他借5万的话，你最多给他借1万块钱，这个钱的话你跟他说一些道理给他嘛，至于以后能不能要回来，你就别指望他了。是这样的。就是说把这个钱借出去，你就不要抱着能还回来的意思。对。就等于送钱给他了，买这个人情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人情世故，有的时候怎么说也不好说。毕竟是你亲哥，你说不借吧，你也说不过去，除非你很穷。当然，你哥他也看得到我们的在大城市生活，他肯定应该是知道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说不借也不像个样子，借就借一点呗。1万？1万借1万呗。这1万就等于买这个人情关系了。也不叫买人情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什么叫买人情？不叫买人情。就你已经不抱着他还回来了吗？对，你既然要借出去，你就别想着，
尤其是这种小钱，大钱也会存在还不出来，最多就别人只能还一小部分给你。你只能这样。那我就借1万了。可以吧？行，如果说他要再多的话，比如说他问我2万3万，我就说没有了，是吧？只能拿1万块钱。对啊，就像我那个表弟一样嘛，他上次找我借钱也是。借多少？上次就是2年前的嘛。2年前的那时候找我借钱，他那时候不是也是比较困难嘛。找我借，我还不是恋情处理，他找我借2万块钱没有，最后借了他5000块钱嘛。所以我就没指望收回来，我就后来之后我就没，他说的是得过2个月还给我。过2个月还给你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对啊，没然后嘞。你有没有问过他先？你就说，没有问过。那你没问，可能他忘记了。你怎么会忘记呢？你如果是一个真心真意的要借你钱还你的钱的人，他真心想还你钱，不存在说忘，因为这是做人的原则嘛。如果是借你钱你都不想着还的话，那没得玩了，懂意思不？像这样的没办法，那找你借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借钱嘛。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是，比如他第2次借我，找我借钱，我可能就不会再借给他。我说你第1次都没按时还嘛，我就不会再借了第2次嘛。你像我那个堂弟也是，我堂弟那个时候也是，没想找我借1000块钱的，我那时候很直接给他，也没有还的，真的没说还给，所以后来之后我也没问了。然后之后他找我借钱，后来找我借钱我就没有借了。这就是一个原则问题，我可以看在亲情的关系之间，是吧？我能借的就说能拿得出手，但家里也保证自己能够生活，对不对？能够借你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能够按时说的，你能够按时还回来，说明你这个人信誉还是可以的。下次遇到困难我可能还会借给你。如果说我不说你也不了了之，那说明你下次找我借，那我可能就要考虑一下，可能就不会借了。就是这样的。我哥以前问我借个小钱，就是都是几百的，就500-600这样子借嘛。都还了，有一些是过了3-4个月。但是不会按时，比如说他说下个月发工资会还我，但是并没有在下个月还我，都是拖了2-3个月后还的。这就是要借几万，这从来都没试过要借几万出去的。拖延迟还的话，你要说清楚嘛，比如说你2个月后还，你2个月后你还不起，你要说明原因嘛。就是这个钱我也借过，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借我小学同学的钱呢，借了5000块钱买电脑啊。我说什么时候还呢？我那时候就说了，什么时候还没到那个点还不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嘛，我就说现在没钱还嘛，再过2个月我就每到一个点就会跟他说我什么时候给他还钱嘛。我最后就把钱给他还了嘛，还给他还了利息嘛。我那个时候还了5500嘛，那500块钱当做利息给他还了嘛。就是说你有个原则嘛，懂我意思不？并且说，你借钱不还，你这个事也很多人，现在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，很多人，他混不好的可能后面想用就张口就找你借，你也不好意思去驳他。至少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是一个不够狠的人嘛。就是别人找我借钱的话，我会看到一些关系方面还是会尽量的借点给他。如果是你后期不还的话，那可能下次借我们就不会借了，是这样的。行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行。1万块哦。行。我妈那边先暂时不给。你说了算，我不管，反正那个钱在你手上，你随便怎么处理。随便怎么处理啊？对，那个钱是你手上的，我也不问了，在谁手上那是你自己安排。行。这个事情我就跟熊大沟通了，他也同意了借1万块钱。这1万块钱我们也不奢望我哥会什么时候还给我了。要是他能有能力的话，能够还来给我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说确实是到时候还不了，那我们就当这个钱，打水漂了。之前那个网友说的还蛮有道理的，他就叫我借2万块钱，他说不要借多。借多了之后就拿不回来嘛，是吧？我这样做的话，也不是说我没有借，我确实也是借了，只是说没有达到你那个额度，是吧？我没有这个能力借给你这么多，是不是？那也是讲过去的哈。对，我们也要生活，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。这样他也就不会有抱怨了，是吧？行吧。就这么愉快决定了哈。那我就今天会打个电话转钱给他了，什么的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。
转1万块钱给我哥，